大家好，我是罗富强。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假如两岸开战，美国500架战机真能在10天内飞往台海？据台媒日前报道，美国白宫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裁何穆里在韩国首尔举行的美国的外交政策和2024年大选论坛上表示，如果台海爆发战争，500架美国军机将在10天内飞往台湾海峡。美国的军机也可能从韩国和日本起飞，应该做好准备应对这种情况。这一言论犹如石破惊天，连在场者都感到很意外、很震惊。这可是出自于美国白宫智库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所总裁之口。他说出这样的言论，其实折射了美国政府武力介入台海的决心。最近这几年，我研究过美国军政高官以及智库的报告不少，但都发现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想当然的成分非常大。或许这是他们太过心切，也或许是他们实在不懂军事，还或许是一厢情愿。我们就说说这个言论：500架美国军机将在10天内飞往台湾海峡。首先是怎么飞来，其次是飞了以后降落在哪里，再次是来了是不是有来无回。撇开美国的战略轰炸机、预警机、加油机之类的飞机，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比如 F-35、F-22、F-16 等等， F-35 的最大航程也才2200公里，作战半径也就1000公里。要从距离台湾3000公里的关岛飞过来，那就需要空中加油。那么在开战的情况下，空中加油机安全吗？就算来了，还需要找机场降落吧？降落到台湾岛上的机场，那简直是自行毁灭。问题是，台湾岛上的机场到时候还能起降飞机吗？就像这个智库总裁说的那样，到时候日本与韩国的基地可以充分发挥作用，那就降落到日本和韩国机场吧。但是只要这些战机参与了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解放军会让那些保障美军的军事基地以及机场起降美军战机吗？几波导弹下来，再加上空军的补课行动，日韩的所有机场不仅无法起降飞机了，连机场的飞机怕也没有几架是完整的了。有人说美军的航母一定会来，但问题是，只要美军航母舰载机参与了战争，那么美军即便是所有的11艘航母都来了，也都会成为解放军火箭军、潜艇以及其他导弹、鱼雷固定发射平台的靶标船。美军的航母距离中国大陆3000公里以内都难以存活，舰载机怎么飞过来？航程够吗？空中加油机不过是不打仗的时候威胁一下而已，真要打起来了，那么大的目标照样也是空空导弹的靶标。我研究过美军多次介入台海的兵棋推演，我觉得美军最荒唐的一个推演前提，就是对解放军火箭军和潜艇视而不见，还是打不还手的状态一样。其实这也是美国介入台海最头大的问题，迄今依然还没有找到军事介入的可靠方案。因此过去和现在，美国更多的是对中国进行各种层面和方式的威慑和阻吓。如果美军真介入台海，那就意味着美国就将彻底失去海上的称霸能力，从霸主地位跌落。好，本期话题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